所以我们大家知道是生质能是什么东西？生质能的技术大概分成3大类哈，你要从3大块来看。第一个要从它什么呀？料源技术，你怎么有这些料源？第二个，如果有料源的话，它需要做一些转换才能使用的话，你怎么把它转换？第三个，转换之后的话，你怎么把它应用？所以你要把它分成三大块，所以你会发现说，生质能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子一个东西，什么东西浓的也算生质能，后面的什么样，我们机械的也算生质能，中间的化学的也叫生质能，所以它是很广泛的。所以说你会发现说，能源科技真的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了哈。好，料源你要怎么样？你怎么去得到它？比如说现在一个比较，我们大概可以分成2大类，当然你除了重之外了哈。重之外，它重的话，那当然现在就不用讲，就很就重很多。现在讲的料源，他们讲说，比如说像现在比较流行固态废弃物衍生燃料技术，就是等一下会介绍的，我们的废弃物分类之后，后来怎么用，把它做成一块一块小小的燃料球啊，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了。啊，这个叫做废弃物那个什么燃料技术，那个什么那个烧培跟脂类养殖，那个就是比较，这就是比较我们不是一般讲说哦，你就是种啊，但是你还在养殖藻类啊，所以这个东西可能生科院里面有一两个老师在做哈。好，那如果转换技术的话，又分成2个，生物化学转换跟热转换。生物化学转换就是说，你基本上你就是不是用一些强热怎么样让它强迫它转换，它就是自然就是一些产生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发酵，大家都知道发酵嘛，对不对？你把它变成酒精、酯化啊，反正就是这样的，或者很多都是用什么用生物菌种的方式，或者它自己好的用产生那个哈，这大家我讲这个应该有点概念了哈。热转换的话，就是说基本上你用以前讲的气化，你可以把固体煤矿气化，或者是把一些固体的东西裂解产生气体，大部分都产生液体或者产生气体，用裂解。一个是气化，一个是裂解，好，这2个方式，然后产生，所以说你会发现说，现在有2个新的字，你会看到，一个叫 biogas， 就一般我们称作沼气。一般现在 biogas 大宗的来源是什么呀？猪的排放物，我们就把它弄，虽然很臭，但是怎么样，就是可以燃烧，这叫 biogas。另外一个叫什么 syngas， 这个字是什么 synthesis gas， 就是说后面它是把2个字合在一起啊。就是那个 synthesis， 就是说合成的那个的气体，所以说 syngas 就是什么？就是合成器。好，合成器大半就是我们讲的一些什么合成的那个什么甲烷啊那些东西哈。那之后的话，你怎么把它应用？我讲过了，不是说拿来烧就好，你还要讲说这个烧的好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车子的品质，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安全。比如说等一下会讲说，你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如果你是用那个什么 B 级的酒精啊，基本上你的什么它不烂了。你可能 mileage 可能同样1公升的那种生质酒精，你可能可以跑的可能会少3到5%的那个什么的里程数哦，这就是说你要后续的话，你还是要一些应用上面的人来做一些那个，然后燃料电池有没有说，如果说是生出来的是氢，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哈。其实这2个基本上一般来讲的是还是在比较，我们讲说这个分3大类。固态废弃物衍生燃料，这个有个以后看叫什么叫 RDF 啊 ？RDF 5是一个，这边不能讲 RDF， 就是 RDF 了，叫 refuse derived fuel， 就是 RDF， 就是说你怎么把废弃物再衍生变成一种燃料，它有分不同的等级，有7的等级。一般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第5等级。等一下会讲说哪些等级哈，然后大概是这样子，反正就是说你就把它收集、分类、干燥、压缩、裂解，巴拉巴拉，后来变成一颗，看你要用什么方式，那变成燃料就对了。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很多那个什么那个我们的大厦的那个回收物都是用这个啊，这个东西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用来做直接燃烧嘛。比如说他们都用在锅炉燃烧里面，因为锅炉燃烧里面它本身也是一些小颗粒的流体化从锅炉就是的燃烧。那这个的话就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在那个什么，就是你要那个烧培技术哈，就是说你用一些直接用生物的方式哈，然后在所谓的缺氧的环境之下，让它产生一些分解，那得到我们要的东西哈，这样子。然后这个是养殖啦，哈，就是说基本上你怎么去针对某些特定的那个什么的藻类去养殖，所以说这个地方或许我们机械可能比较没有那个。在料源技术上面，机械系的可能可以有琢磨的地方不多，大部分都是在什么中后段，尤其是后段的应用技术，或是中段的什么样的那个什么的转换技术。所以我们讲说，现在我们比较会常遇到叫什么固态废弃物衍生燃料技术，就是这个字啊 RDF 哈。
好，这个就看一下这个好了。基本上的话，就是说你刚收回来的时候，就是一大堆垃圾，这些垃圾当然很不好用啊。所以这个垃圾的话，我们叫做 RDF1 第一级的，它就是什么生的垃圾，但你要分类过了啦，你要分类过。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你的人员有效率只有很少，就里面乱七八糟的，烧起来也不好烧，然后那个不好用。所以第一个你要把它看这边好了。以废弃物燃料形态使用的，就完全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你就大部分的是这个时候都不太可能拿出来，就直接去焚化炉烧就对了，就烧焚化炉。当然，焚化炉产生的热也可以发一点电，但是最主要的功用是要把它烧掉，并不是为了要可能发那个能量使用只是次要的，最重要是要把它烧掉这样子。好，那第二种的话就是你把它怎么样处理成一个粗粒径的废弃物了，就变成说可能把它挤压好，变成一个比较一大块这样子哈，粗粒径的废弃叫 RDF2。第三个就是什么？基本上你已经把它做更细的分类，然后把它变成金属、玻璃、布拉布拉怎样子，然后95%通过2英寸角筛啊，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定的。为什么2英寸？那只是指定就是说你要里面的东西要够小的，这叫 RDF3啊。然后第四的话就是把它更小一点，把它粉碎了，把它变成可以经过10号筛，就叫 RDF4。这个时候就变成细粉末了嘛。那细粉末之后，就把细粉末压成块，这就是 RDF5。所以大概是长这样子啊。这个一个大概就是大概手指头这么多，就变成很多的什么燃料球或燃料棒啊。这个大概就棒，就是燃料球、燃料棒。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用来做很多很好的运用了。所以说你要经过这样子来做的话，就变成我们的固体燃料。当然，你如果再把它加工变成液体的话，就是 RDF6第6级，把它变成气就变成 RDF7啊。但是现在大部分都是还是以 RDF5为那个做那种衍生燃料的废弃物衍生的那种燃料那个固态燃料的的来源这样的。所以我们讲到说料源技术，对不对？料源技术刚才讲料源技术就是这些。那如果是我们讲说转换技术。就是说你要有这些料源，你把它转换的话，其实可以分成刚才讲说分成2大类，有没有？一个是什么？用热转换，一个是什么？生物化学转换。比如说，基本上我们说热化学跟生物化学转换。热化学我们要分成什么呀？3大类。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拿过来烧嘛。你就直接烧嘛，对不对？就烧出来就有热嘛，所以烧出来产生什么蒸汽推动蒸汽涡轮机产生热热的话，接下来就可以用了，看看你要用到去发电还是用什么。第二个是什么？气化顾名思义就是怎么样？就是把它变成气体嘛。所以固体变成气体之后，这个气体这一般气体它当然产生什么？当然有可能产生什么？乙醇、氢气，或者是一个或者是氢就合成气体。然后这些或者是说这些可以用来做什么？做那个 gas turbine 或者什么，或是然后变成 fuel cell 怎么样？然后用来发电就这一条了。第三种是什么？裂解法。裂解法大部分都是用来什么样？变成液体。就是在在比较相对温度比较高的地方，但是它没有氧，让它裂解。这个裂解的话，大部分产生都是怎么样？会产生一些油。这个油的话，就你可以把它再做后处理，把它升级，就可以变成什么生质柴油。当然里面还是会产生一些气体这个气体的话就可以回到刚才的气化的作用。那会产生还有一些废渣嘛，一些固体的废渣。这个固体的废渣的话，基本上的话你还是可以看看，就是到这个地方可以把它变成一些直接烧的燃料这样子。所以说，在什么呀？热化学法里面分成3大类：直接燃烧、气化跟裂解。那如果是那个什么生物化学法的话，基本上就是怎么样？第一个就是用细菌来帮我们做厌氧反应，然后把东西做分解。所以分解出来的话，会产生一些什么？一些沼气。沼气的话，你就可以怎么样？用来烧嘛。当然，我们讲说这个烧的品质怎么样，你还是要后续看看，还是要也不是说沼气拿来烧就 OK。基本上可能还要再做一些那个。然后另外一个就什么？就是我直接发酵嘛。那发酵基本上大部分就得到什么？得到乙醇嘛。所以你会发现2大类嘛，酒精跟什么？跟这个 biogas 大部分是什么呀？这边大概是什么？大概是那个甲烷，都是天然气，就是跟沼气是跟天然气那个很像，就是里面含量很像的。这边如果用发酵的话，大部分就变成乙醇。如果这边他们是用什么？用裂解的话，大部分得到什么呀？得到那个什么生质柴油。所以你就大概知道说，现在比较常用的生质燃料就哪些？
乙醇、甲烷，就是我们叫沼气，就是我们讲生质酒精好了，这样比较明显，叫生质酒精、生质柴油，还有什么样？沼气，沼气就是什么？天然气，就这样的。另外一个是直接什么呀？直接萃取啦。如果这次是油脂类动物的有脂类作物的话，我直接把里面萃取出油来就好了。所以这个里面然后接下面是它们应用的地方，你可以来产生热，可以产生来发电，来可以做什么？做燃料。所以这一张图就大概已经把整个那个什么生质能转换技术的什么 roadmap， 就是一个 roadmap， 大概都已经什么很完整的把它给展现出来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就针对刚才一个就再稍微讲一下，对不对？有几个，第一个直接燃烧就不用讲了啦，就拿来烧就对了啦。第二个就是什么？我们说气化，对不对？气化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你在里面不是用氧，是直接用。基本上如果气化是 C 加水，然后变成一氧化碳跟氢，这个里面的话可以这样子哈，可以产生那个可以产生那个。他是说这种啊，然后它气化出来的话，基本上你看有氢有一氧化碳，这个可以干嘛？发电，还有什么？燃料电池，记得吗？我们有燃料电池，固态氧化燃料电池也可以用 CO 当燃料嘛。氢是几乎是所有燃料电池的燃料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这个气化，有些气化装置的，我们讲说 IGCC 里面前面那个就是气化。为什么 IGCC 现在可能成为主流？因为除了可以做 combined cycle 之外，产生的那个什么一些也可以用来做什么？用来做其他的用途啊。裂解可能是之前我们比较没讲到的。裂解跟气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基本上裂解大部分是产生什么啊？产生一些液态的，但是也有气态也有哈。基本上，所以裂解是什么样？你在什么啊？在没有氧的那个什么没有氧的环境里面，然后温度高温，然后也高压，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就跟什么可以把它产生什么样？产生气态或液态的那个分解出来，强迫它把可燃性的那个元素给它分解出来。好，所以基本上大部分就是这样。所以说你这边可以看出来，如果说这是一个 fuel 的话，基本上就是你用在没有氧的情况之下，用高温高压之下的话，它最后会变成一个 char， 也就是一个焦煤哈。但是呢会有一些氢啊或者甲烷出现这样子哈。所以这边大概可以看一下，就是反正呢它最主要的不一样是说，它是在那个高温高压之下，然后没有氧的那个的情况之下，把一些强迫把一些可燃性的一些物质分裂出来，这样是裂解法这样子。好，那刚才讲这两个是一个是气化，一个是裂解嘛。我们讲说这一大块里面，热化学法、燃烧、气化、裂解，然后这边是什么？生物化学法。第一个是什么？厌氧反应产生，做一些厌氧反应。第二个是什么？发酵。所以这边就是厌氧反应啊，就基本上就是说利用一些微生物啊，帮我们产生的一些生物反应，然后可以把什么呀？把一些可燃性的东西给它分离出来。一般分离出来，它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甲烷，就是我们的沼气。所以基本上我们讲说，这个就是这个沼气啊，就是它是一个那个什么 methane rich 的，它是一个非常那个这个是一个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跟养猪工业就基本上可以结合了哈。那另外一个就是直接什么，在那个我们讲说有两个，一个厌氧，一个就是什么发酵发酵大家都知道了，就不用再讲了。